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整体低迷，外需持续疲弱。而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逆势增长将近30%。但是这一成绩却被西方某些机构和媒体炒作成中国产能过剩。西方某些机构和媒体近期炒作中国工业制造品，特别是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正以极低价格向潮水般出口，并妄称中国产能过剩可能威胁他国产业发展，冲击世界经济。针对上述谬论，新华社19号发表长文驳斥，指出中国输出的是合乎海外客户秩序的先进产能，中国制造非但不过剩，还是紧俏货。中国产品在全球广受欢迎，不是依靠所谓的不公平做法，而是因为中国产品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在技术上具有创新性。据公开数据，新能源汽车方面，比亚迪2023年第4季度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第1大电动汽车制造商。2023年，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助推中国汽车出口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锂电池方面，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占全球的75%，2022年全球1半锂电池出口来自中国。至于中国光伏产业，更是整个供应链龙头，在多晶硅、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等各制造环节所占份额均超过80%。2023年，中国的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全世界2022年一整年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观察认为，西方炮制中国产能过剩威胁论用心险恶，希望通过造新词带节奏的方式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发展，以不正当手段维护部分西方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既得利益，其实质是维护垄断地位，保护落后产能。香港南华早报就指出，在对中国的攻击中，美国和欧盟将产能过剩定义为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这是极其狭隘的定义。如果各国生产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就不会有跨境贸易。美西方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打压政策也引发行业内的反弹声音。近日，雷诺集团 CEO 卢卡德梅奥公开发文，明确提出完全对中国关上大门将是最糟糕的回应。奔驰汽车首席执行官康林松也表示，中国想向欧洲出口电动车是竞争的自然发展，长期而言，竞争加剧有助欧洲车厂生产出更好的车。他反对提高进口关税，认为保护主义是走上错误道路。此前，宝马、大众等德国汽车制造商也都认为，欧盟的调查和加征关税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优势，不应当成为欧洲拒绝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理由。相反呢，欧洲应该和中国在这个新能源车全产业链上进行充分的合作，这样推动整个行业更好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那么，欧洲有不少的企业家仍然希望呢，欧洲应当坚持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的这个原则，来继续维持中欧之间的这样充分的经贸合作。事实上，美国已在承受苦果。美国的汽车生产商和美国消费者对于电动汽车的转向都缺乏动力。根据拜登政府早在2021年的规划，2030年美国零排放车辆至少要占据新车销售的1半，包括电动车、插电混动以及氢燃料车。但根据行业分析机构 Cox 的数据，2023年美国电动车的普及率依然只有7.6%，距离50%的目标还非常遥远。最近2年，越南政坛频繁出现高层人事变动。21号，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发布通知，宣布由国家副主席武氏应春出任国家代主席，直至国会选举产生新的国家主席。这是武氏应春第2次被任命担任越南国家代主席。此前一天，越南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文赏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越南国家主席职务。武氏应春1970年1月生于越南南部安江省，长期在家乡工作，担任过越共安江省委书记。2011年，武氏应春当选越共第11届中央候补委员，是越共第12届、第13届中央委员。2021年当选国家副主席。上一次代理越南国家主席一职是在去年1月，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辞职之后。曾多次为越南各级政府提供顾问意见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凯雷塞耶分析，由于武氏应春不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不太可能完全履行武文赏剩下的21个月任期。越共中央委员会将不得不再次开会，很可能在5月份决定政治局中谁将担任国家主席。那越南的这种
政治制度的改革，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见成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越南党他在把控全局方面，可以说是相当到位的。那么至于以后谁来当正式接任国家主席，对越南整个大局，它的影响并不大。据越通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上午，越南国会召开第15届第6次临时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解除武文赏越南国家主席职务的决议。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和职能机构报告称，武文赏违反了党员严禁规定和干部党员模范责任规定，其违规行为和缺点引起了恶劣舆论，影响了党、国家和武文赏同志个人的声誉。武文赏认识到自身对越共、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向越共中央递交了辞去各项职务的申请书，请求退休。武文赏出生于1970年12月，现年53岁。去年3月2号起，武文赏担任越南国家主席，是史上最年轻的越南国家主席，迄今任职只有1年。在此之前，他还曾是越共12届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最年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提到，截至目前，越南官方通报并未明确交代武文赏违规的细节。不过，3月20号举行的越共中央特别会议还讨论了一件事，关于对涉福山集团案的高级官员的处分问题。而就在本月初，武文赏的2位老部下因涉该案被警方带走。公开资料显示，福山集团本是越南一家区县级经营的小公司，但在2010年之后，突然从北到南拿下一系列千亿级越南盾的市政建设、房产开发大工程。不过，福山集团的增长神话近期被越南公安部反腐败调查人员揭开，这是一系列行贿受贿操作下黑箱运作、偷逃税款、瞒报资产、拖延工期的结果。各地政府和开发商共同享受国家资金和公共资源。用越南公安部发言人的话说，福山集团及卷入其中的各级官员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越南反腐败部门发现，福山集团在广义省、庆和省、永隆省等地的建设项目，在税务、审计、招投标、建设施工等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福山集团案还牵扯出一系列越南落马官员，其中就包括邓文明和高科这2位广义省现任和前任省长，他们是武文赏2011年至2014年担任广义省委书记时的同事。越通社的报道还提到了越南女首富万盛发董事长张美兰金融诈骗贪腐案。根据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公诉书，张美兰案涉及万盛发集团、西贡商业银行以及有关单位和组织共85名被告人，其中包括41名西贡商业银行领导和干部、15名原国家银行干部、3名原政府监察总署干部等。越南媒体注意到，张美兰的金融诈骗主要发生在胡志明市，而在2014年，武文赏在卸任广义省委书记后，曾担任胡志明市委常务副书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工作中，武文赏十分关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他于2016年起兼任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消极指导委员会委员，成为阮富仲反腐运动的重要副手。武文赏在反腐工作中建设了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辞职的能上能下机制。2021年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武文赏又多次公开强调干部辞职问题。他说，要坚持干部工作有进有出、有上有下，要制造压力，让那些不能胜任、威望降低的干部在任内辞职。深圳卫视注意到，自2021年越共13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18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以来，目前除阮春福和武文赏之外，前副总理范平明因新冠防疫的腐败案件落马，同样受牵连下台的还有前副总理、中央委员武德丹。分析认为，越南在2年内见证了2位国家主席的辞职。2021年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委员由18人减少至14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越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